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大货车女司机，路上车祸耽误行程，我下车一看，前夫带着情人幽会，酒驾撞了栏杆。那情人不是别人，是口口声声为我好的表妹。第二天，我开着推土机推了前夫家老宅，撵得前夫和前婆婆嗷嗷叫，还压断了前婆婆一条腿。没想到吧，推土机我也会开。我是李晴，是一位单亲妈妈，也是一位大货车司机。此刻高速公路像馒头塞住喉咙，噎得让人难受。叮的一声，女儿老师发来一张账单，是这个学期的学费。看着手机余额，我默默心算，然后给表妹打了个电话。这人月初在我这里借了5000，说是男朋友住院着急用。关机了，我萌生出一点不太好的感觉。身后的车不耐烦的滴滴，我放下手机，龟速挪了半公分，就这样走走停停1个小时。我看到了绿马甲，还有路边停着的警车。出车祸了。我皱皱眉，一边担忧前面的人，一边害怕车祸耽误时间。要是跑不完今天的单子，单单的学费就没着落了。前面的车离开，需要配合酒驾。我下了车，却看见肇事车里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面孔。甩手掌柜出轨妈宝前夫哥和他身边的情人勾搭着，可那情人不是别人，是借我5000块给男朋友治病的表妹。这时像老鼠看见猫，慌张地用头发遮住脸。男朋友伤得挺重啊。我走过去，前夫脸红一阵白一阵，满身酒气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我一脚踹在那人腿上，怎么没他妈撞死你？那俩人被塞进警车带走了。我从车里看见2本红皮证，方方正正地摆在车前。我眯起眼睛仔细瞧了一眼，结婚证，真是讽刺。身为闺蜜兼表妹的李红，竟然背着我和前夫搞在一起，欺人太甚。回家的时候，丹丹已经躺在床上睡着，保姆阿姨刚刚离开，按小时算钱。我给阿姨转完账，看着还是少几千块的账单，吻了吻女儿的额头，转身去洗了澡，满身的机油味。洗澡的时候看着自己饿瘪的肚子，司机就这点不好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。出来之后，我将昨天晚上学习完的书往旁边推了推，泡了桶泡面。发愁之际，之前合作过的老王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好消息，有货了。坏消息，钉子户。好消息，钉子户是前夫一家子收了钱还不挪窝，房子和补偿费相兼得。我倒上2两白酒，够劲。第二天，我开着推土机出现在李家村，看着那曾经的地狱，这下终于有机会亲手毁了它。前婆婆先跑出来，前夫昨天刚进去，今天就出来了，此刻瘸着腿骂骂咧咧：“你他妈谁呀？这是老子的房子！”好像是李晴、李红一家子也跑了出来。在村里，没有什么比热闹和流言蜚语传得更快。人群中有人认出我，其实我变化很大，之前的长发如今剪短，毕竟司机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形象。看着李红心虚的表情，我发动了引擎，推土机前进，荡起一片黄土，和着隆隆的声音，好像一把杀人不眨眼的刀，很有气势。黄土飘进车里，落在我皮肤上，而后被汗粘住，带给我一些安慰和力量。前夫慌了，那恶婆婆也害怕了，边跑边嚎叫，像极了猪圈里的懒猪。房屋一角已经坍塌，我继续前进。前夫跑得急，老妈着急护着巨婴儿子，却被宝贝儿子推倒在车边。车缓缓前进，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响，压断了倒下的房梁和恶婆婆的一条腿。
一圈人拿着手机录着视频，没人敢上来劝。恶婆婆哭得撕心裂肺，呻吟声响彻李家。警察和负责人来了，我下了车，前夫拿起棍子就要冲过来。昨天就他妈是你，离婚还阴魂不散，敢对我妈这样！警察按住那人，我清清嗓子，昨天酒驾撞了别人，今天就出来了。警察狐疑，前夫蠢得自己往枪口上撞，老子他妈警察局有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警察和我对视一眼，然后将前夫铐走了。恶婆婆还坐在地上呻吟。李晴，贱女人！我走过去，看着地上的女人恶狠狠的样子，该有多恨我呀！我捡起窗台上的玉米粒，天女散花扔在那人身上。你去问问你那宝贝儿子为什么推你！恶婆婆气得脸白，转过头扯着嗓子喊李红。李红看见我这个样子，正准备跑，被我按住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偷人的账也别想跑。拿到5000块，我在村民恐惧的眼神里走出了李家。负责人走了过来，刚刚是他替我挡了前夫的拳头。我递过一支烟当谢礼。那人应该就是老王说的沈总，搞工程的。我看着那人西装革履的样子，实在是不像包工头。多谢沈总。那人犹豫一下，我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南京烟不入流，撤回还来得及。那人却轻笑一声，接过点上。因为有丹丹，我不常抽烟，只是偶尔心情不好才会抽一支。沉默吞吐之间，负责人递给我一张名片。李小姐想过当司机吗？我将眼屁股掐灭，扔在黄土里。沈总，我一直都是啊。那人递过一盒雪茄，私人的。我抬起头，那人十分真诚，考虑好了联系我。那盒烟也变得有点烫手。那人提出的条件太诱人，半个月的工资顶得上我1个月送货跑车。丹丹马上要升小学，我想多攒点钱，换个近一点的学区房。为了生活，我接下了。我这才知道，沈毅不仅是搞工程的，还是搞大工程的。李村开发村项目是他承包的。一想到我身后做了个老总，我开车的手微微出汗。今天开会，沈总说秘书没来，让我顶替了半天。我坐在沈总旁边记着笔记，里面出现的英文都是我自学的时候见过的，只是还有一些不太懂，就当免费学习了。我默默记下，出来的时候给沈总看会议记录。那人抬头说我有天赋，要不是后妈逼着我早早嫁人，可能上学的就是我，不是酒鬼父亲和后妈生的弟弟。谢谢沈总。李小姐要不要考虑当我的秘书？可是秘书不都是……沈毅双手环抱在胸前，不是李小姐想的那种。短短1周，身份完成3级跳，除了高启强，也只有我了。我将头发扎成低马尾，拿出前年买的正装，结婚时没有，离婚时却穿了1次的正装，素净简单的款式，然后随便涂了个口红出了门。沈总送了我几本书，关于金融学习方面的。昨天晚上啃得太晚，差一点就错过了公交车。我抱着丹丹坐到后排，妈妈，丹丹戳我。我拿着笔记本扶了扶眼镜，抬头一看，恶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面前。车是从镇里开出来的，2年没遇上，今天遇上了。我觉得这不是巧合。你来干嘛？我起身将丹丹挡住，那人腿还包扎着，都这样还不忘找我算账。你说找你干嘛？这么快就傍上老总了？话里话外的讽刺和贬低，见怪不怪。放在以前我可能会忍，但现在我不干。你早就知道你儿子和李红出轨是不是？到站了，车停下，我站起身让座，让丹丹先下去，却被那人抓住了头发。就是怎么着？你生不出孙子，要你有什么用？
和你妈一样没用的东西！我猛地抬头，大庭广众之下甩开他，将那人猛扇了几个巴掌。那你别忘了，你儿子不举，还他妈早泄，这辈子你都别想抱到孙子。我下车了，还在那人腿上狠狠踩了一脚。几年不发飙，欺负到现在来。下车的时候才发现丹丹不见了，我内心一惊。今天不用工作，本来是要陪丹丹去表演节目的，结果遇上这种晦气事。我拿着表演服着急地寻着，走到包子铺，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沈毅。丹丹在身旁站着，妈妈给你早餐。丹丹将包子递给我，还有我喜欢的豆浆，顾不得和沈毅打招呼。我俯下身询问，我路过，正准备和丹丹去救你。沈毅解释，丹丹好像很喜欢他，丹丹说什么也要等你过来吃。我起身说了句谢谢，拿起包子咬了一小口。沈毅询问着我刚才的情况，提议把车借给我，可是太贵重了。我摆摆手，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我递给他豆浆包子做谢礼。现在我已经很少抽烟，谢礼这么寒酸，仿佛那日李家村的情景。沈毅还是接过，和我一起吃了起来。那就算租车好了，从你工资里面扣一点做租金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接下这份感动，心中也不敢奢求再多。那天的演出很顺利，丹丹特别开心。回家的时候告诉我，这是第一次不只有妈妈看了表演，我内心动容。那天的沈毅温柔至极，然后发动车子带了份早餐到公司。最近需要谢谢沈毅的地方太多了。当天李家村的项目动工了，多亏了我那一铲子，不然现在都没法解决。动工仪式沈毅本来不去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改了主意。很快到了熟悉的地方，看着运来的料子，我很期待李家村建成后的效果。村民们看见我议论纷纷，我扫视一眼，人群中不见前夫一家，没人挑刺。我舒了口气，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，村里的大喇叭突然滋啦响了起来。李晴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不管我们一家人。那边哭惨着骂我的不是前夫，变成了我后妈和那酒鬼父亲。我猛地抬头对上沈毅的眼睛，然后拿起动工仪式的铁锹，砸开了那扇破门。果不其然，里面站着的除了他们，还有爱撺掇的李家人，狼狈为奸，真是好笑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都没见着影的酒鬼父亲，这个时候哭着说我不管他，要不是他，母亲也不会大出血，没人管走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一揪，看着那后妈丑恶的嘴脸，小时候明明摸一下弟弟的玩具汽车，就会被他甩一耳光，现在哭着说我是白眼狼。当啷，我将铁锹狠狠摔在地上，连着这么多年的容忍，声音噼里啪啦炸出来，连着广播声响彻田野。李富贵和刘迎春小时候怎么对我的，不用我说了吧，打我常有，把我去给别人做农活的钱偷走给你儿子买玩具，摸一下就打我一巴掌，发高烧没人管，为了前夫家那3万块的彩礼把我卖了。我生孩子的时候你看过我吗？前夫打我的时候你来过吗？我开大货车没日没夜谋生活，你不说我白眼狼，现在生活刚刚有点起色你就过来砸场子，我告诉你这口气我不忍了。我拿起铁锹还没开始，后妈和酒鬼已经害怕瘫坐在地上了，李家人还嘴硬，我一下砸在恶婆婆那条快好的腿上，前夫怂了，看着他妈呻吟不敢说什么。我拿着话筒边走边说，对了，还有你们一家子怎么对我的，不用我多说吧，怪我生不出儿子，明明前夫李天早泄还不举。前夫红着脸，没想到我变得这么坚强，骂骂咧咧称男人。
脸上挂不住，跑着向我冲过来。我走上前，没看见他背后握住的酒瓶，眼看着那酒瓶马上就要落到我头上，我自觉中计，下一秒，一双大手接过酒瓶，在前夫头上来了个暴扣。好玩吗？沈毅压迫着抓住了前夫的肩膀，将那人摔在地上，脸上开花，狼狈极了。他算什么？前夫还在骂骂咧咧，欺负到我头上，你说呢？沈毅踩在前夫肩膀上，将剩下的啤酒瓶扔在那人头上，有没有受伤？沈毅转过来询问我，我摆摆手，说了句谢谢。被沈毅带着走出去的时候，心还在疯狂跳。动工仪式顺利进行，村民们谁也没去管播音室的那一群人。看来平时树敌颇多，得罪不少人，都没人愿意帮一把。仪式结束之后，我和沈毅一起回了公司。刚到公司，就接到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李家村的村民，让我给自家孩子开个后门。各种酸话和奉承，听得我耳朵都麻了。当然还有2个人，一个是表妹李红，一个是弟弟李浩。我笑笑没说话。从前我为皮影别人牵线的日子，如今也该换了。和沈毅请教完昨晚的问题之后，我出了公司，没有答应沈毅吃饭，因为今天有约。我不好意思地摆摆手，示意下次我请。很快到了约定的地点，李红、李浩2个人齐齐等着。一个早早勾搭我前夫，一个烂泥扶不上墙，但是利用好了，也能变成尖利的刀刃。李红掏出一个大红包，说是给我赔罪的。李浩表示小时候不应该和他妈一起欺负我。我摆摆手，不开心的事情我一件都不想回忆。那2人忠心耿耿，说指哪打呢？我夹起盘里的花生，细细咀嚼。李家村顺利动工，包工那边这几天刚好缺几个人手。李浩说他有力气，大学没学啥，光健身了，白痴，看好你妈就行，别再整什么幺蛾子。李红说他不要活也行，主要是想和我恢复关系。前夫那边也看清楚了，说是当时一时糊涂。好说，这几天刚好准备搬家。第2天，李红准时出现在我家。我把那几个大箱子托付给他之后，起身去上班了。李浩汇报后妈的行程，我笑笑，真是文盲开趴，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中。沈总，过一会可能会有一些对公司影响不好的视频上传。我抱歉地看着沈毅，毕竟这个事情因我而起，但好在可以防患于未然。那人接过咖啡，已经猜到了。那我们，沈毅嘴角上扬，竟然说人他们去，因为公道自在人心。我后知后觉，杀人用人情刀最合适了。果不其然，当天中午一条10月公司欺负人、霸占土地的视频上了热搜。我忍住笑出声的冲动，点进去，视频经过剪辑，看上去好像我强拆了李家的房子，还用铁锹砸了钱婆婆的腿。不用我说话，李浩已经在评论区开喷：阿姨你快省省吧，自己啥样心里没点数吗？我有完整视频，想看我发。茶余饭后谈笑过去，看着那下面一片倒戈向公司的评论，我手指轻轻一点，上传了那早就制作好的视频。视频火了，留言不攻自破，评论下面都是支持公司的。李家被骂被唾弃，挨打挨骂，还吃了亏。家里的白眼狼胳膊肘往外拐都没发现，村里也没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，连带着后妈一家。这叫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须要出口恶气。目的达到，我开车去接了丹丹。前夫在人群中探头探脑，我急忙走过去：“你来这干什么？”我警惕万分，看着那人脸红一阵，还是嘴硬的妥协。看看女儿，你也配？我生孩子差点没了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
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着这人气不打一处来，校门口人越来越多，都是接孩子的家长。我高声已经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，有几个和我关系好的家长走到我身边，问我是不是就是那不着边际的前夫。我点点头，眼睛盯着那人。孕期和我表妹出轨还不够，不是说丹丹和我配不上你吗？不是想要儿子吗？身边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看不下去，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前夫。那人可能没想到这种场景，被说的脱下羊皮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这话还是你自己听吧。校门开了，小朋友们鱼贯而出，我急忙走上前，谁成想前夫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我猛地甩开，身后的人突然那的吃痛一声，丹丹跑到我面前喊我，又叫了声爸爸。我猛地抬头，沈毅站在身后，这下我脸也红了。前夫识趣跑了，走的时候还不忘骂我，说丹丹认贼作父，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和另外几个家长打完招呼后，我们3个人出现在了饭店。今天是丹丹的生日，那前夫根本不知道，只是碰巧过来看看。我收拾好心情，想谢谢沈毅，因为这人不仅在工作上面指导我，这车的租金一点没扣，反而还给我涨了工资，因此我更加卖力，想感谢沈毅，也为了更好的生活，离开这个烂摊子。中等档次的饭店，不大不小的包间，却足够温馨。点燃蜡烛，丹丹闭上眼的那一刻，沈毅起身将我的眼睛闭了起来。快许愿！我心跳阵阵，在荒诞的心跳里许愿一切越来越好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许愿，小时候只能看着李浩许愿，然后分上一块别人吃剩下的蛋糕。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才发现桌上多了一个蛋糕。28的蜡烛微微亮着，点燃我的内心。昏暗的灯火里，我眼睛有些模糊了。沈总太客气了。我看着沈毅拿出电话手表给丹丹戴上，因为我也买了这个给丹丹当生日礼物。沈毅笑着又拿出一个盒子推到我面前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急忙拒绝，那人却一定要我打开，我推脱不成，缓缓打开，是一对精致的耳钉，在昏暗的灯下闪闪发光。我摸摸那快要长住的耳洞，仿佛触碰到已经尘封的心。李小姐，你真的特别美。沈毅在灯光下夸赞，暗影流动，我像被肯定的孩子，眼角有了泪意。谢谢。那人轻笑一声，递过一块奶油蛋糕，以后叫我沈毅就好。给丹丹讲故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会叫沈毅爸爸了。妈妈不是和我说保护我们，爱护妈妈，疼爱丹丹的就是爸爸吗？我亲亲丹丹的额头，和女儿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出门，我带了那副耳钉，低调简单的款式，我很喜欢，心里也有些隐隐不安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不知道要用多少人情来还。沈毅和我地位相差太大，我不做那种梦。现在这样的生活已经是我2年前想都不敢想的。我很知足，也想过让我和丹丹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唯独感情不敢再碰。很快到了公司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开发区那边负责人电话打不通，要我通知给沈毅，可沈毅还没来公司。情急之下，我给沈毅留言，而后开车先行一步。到了现场，我才知道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很多。李浩跑了过来，规规矩矩叫了我一声姐。负责人呢？李浩一身酒气，仿佛昨天晚上在外宿醉，昨天晚上和负责人一起喝酒。他说有什么大惊喜？我喝多了。那人挠挠头，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。惊喜？农民工闹成一团，说负责人跑了没给工资，卷款跑路。我打电话给小刘，那人查了一下，
负责人是老王，干包工头干了一辈子，怎么会做出这种坏名不讨好的事？人越来越多，找不到负责人说理，于是将我包围住。3天的工资没拿到，大家情绪都很激动，还有人摔东西不干了，说10月公司是骗子。正在这时，李红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匆忙接下。卷款跑了的是老王，但不止，还有前夫李天。之前我还怀疑这2人不是真心的，看着李浩挡在我身前，我给他戴上安全帽，心里的石头落地。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负责人卷款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混乱中，有人举起了棍子，李浩突然推了我一把，那棍子不偏不倚朝我飞来。住手！熟悉的声音，沈毅来了。我看着那人冲进人群，将棍子夺下，将我护在身后。寻衅滋事是要判刑的，知不知道？鼻尖缠绕清香。沈毅将棍子扔在地上，我退后几步，看见了前夫一家子，还有后妈。看来有些人就是养不熟。沈毅安排了人给大家发工资，警察来了，将寻衅滋事的几个带走。李浩跑了，还是轻敌了？沈毅询问我有没有事，我摇摇头，心里在计划一盘大棋。李红给我发了位置，还有一张照片，李天和负责人的照片。李浩不能信，李红的话我也将信将疑。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李红，他摆摆手说和他没有关系，自己真的已经洗心革面了。我递给他一张名片，是不是真心，一试便知。我打电话给沈毅，并和他说了自己的计划。第2天，我去办了一张新卡，伪装成副总的样子。果不其然，李浩加了我的微信，一上来问我有没有什么适合的岗位。周旋一会，我给了那人建筑岗，还询问那人有没有多的朋友可以介绍。下一秒，前夫李天微信弹了过来，看着那油腻的头像，我忍住反胃。李天这下谨慎得很，不然我也不能离婚后才发现那人出轨。地址哪里给的和李红的不一样，沈毅派人去查过，李红的地址没错，问过租户，确实是多了2个新来的男人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除此之外，还发了一条仅李浩和李天可见的朋友圈，招食堂阿姨和保安。这下一家人齐活，好戏马上开演。李浩和负责人躲在楼里，除了吃饭才出来。那是个老破小小区，旁边有个废弃楼。那天我和沈毅一起出发，刚到看见了在麻将馆打得火热的李红。李红走上前说他看见2个人去了废弃楼和别人接头。后妈和李浩发了消息问我，一口一个李总，真是讽刺。我让李浩去废弃楼谎称拿东西，让后妈和前夫一家子到楼下等待，然后给了沈毅一个眼神，分头行动。然后去厕所换了粗布衣，假装自己是保洁，脸上还点了雀斑，戴了口罩，还有那一头长假发。李红在一边戴着墨镜，装得像副总，真是不去当演员，可惜了。很快到了废弃楼，看着那年久失修的台阶，我和李红慢慢上去。走到顶楼的时候，恐高的我出了不少汗，满地的酒瓶子和烟头，几个酒瓶，还有黄色不明液体，竟然还有一包装过什么粉末的包装纸。我内心一惊，难不成？李红惊讶一声，先拿起来。怪不得那天开车，他说头晕，我还以为他喝多了。烂泥扶不上墙的前夫不仅酒驾，还是个社会毒瘤。我偷偷拿出手机给警察和沈毅发了条短信，加速了步骤。正在这时，背后传来那人的熟悉的声音。李天一个人走出来，不见负责人的身影，此刻眼球猩红地凸着，胳膊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针孔。那人没认出我，目光扫过李红，李红握着我的手发抖。李天行动缓慢，
一步一步往前走着。突然间，那扎满针孔的胳膊掐住了李红的脖子。贱人，别他妈以为离婚就可以好好过，老子让你过不好！李天出现了幻觉，把李红认成了我，场面比我们想象的棘手。情急之下，我拿起身边的酒瓶，猛地向那人头上砸去。李天被砸得趔趄几步，我一下将李红拉到身边。你他妈！突然身后又冲出来一个人，满脸是血的负责人，将怀里抱着的工资扬了满地。李天疯了似的爬在地上捡钱，而后被负责人抓起来，两个人扭打起来，场面比想象中的棘手。我让李红先下去叫人，自己在一边偷偷录像。负责人身上也有针孔，两个人又疯又笑。李天突然望向我，两个人像饿狼一样扑了过来。我后退踩到一只酒瓶，天旋地转之际，沈毅及时出现，递给我一个眼神。都安排好了，一切都太快了。李浩跟在后面，眼睛红着，像一晚上没睡觉。这个时候冲上去堵住了李天和负责人。钱呢？不是说拿到了就买吗？那人反常的亢奋告诉我，这不是见义勇为。李浩也和李天一样是社会的毒瘤。沈毅反应过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我拿出手机偷偷录着，三个人在地上扭转成一团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会传遍整个李家村。李天突然反应过来，抓着李浩大叫，那个戴口罩的和穿西装的咋这么眼熟？李浩擦擦眼睛，装都不装了。上次不是你拿钱让我安排几个人去搞破坏吗？这女人差点就没了，那不是你姐吗？负责人色眯眯地笑起来。沈毅转头，小心一点，然后上去给了，将那几个人踹翻在地。三个人有着不正常的兴奋劲，好像在做梦，又好像喝多了。李天的目光突然转向沈毅，你他妈的认贼作父，那是我女儿，就你也配？我捏着鼻子将那装满黄色液体的瓶子砸在李天身上。李红跑过来补了两脚，我让你骗我，骗我！李天呻吟几声，颤颤巍巍爬了起来。李浩被溅了一脸，说了句脏话，好像想起来什么。今天不是有副总给安排活吗？我摘掉口罩扔在李天身上。李天突然清醒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是你搞的鬼？李浩还在询问。李天踹了那人一脚。我偷偷摸出包里的伸缩棍，递给沈毅一把。李红在一边不知道发了什么愣，到这边突然间，李天冲着我跑过来。开了这么多年货车，最不缺的就是力气。我冲过去将李红带过来，才发现那人脸上不自然的出汗，此刻身体发抖着。去死！突然间，李红疯了似的向李天跑过去。危楼没有围栏，我看见李红头上的血，还有窗口处睁大眼睛缓缓倒下去的李天，肚子上的血浸染了整件衣服。啊！楼下传来两声呻吟，我猛地回头，后妈冲了上来。后妈没认出来我，因为沈毅将我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下了楼。现场太混乱，到楼下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李红有双向，除去她和前夫出轨这件事不谈，之前作为她的好姐妹，我是知道她的成长环境的，只不过我不知道这人有双向，她也只字未提。李浩意外坠楼的那一刻，在楼下焦急的钱婆婆大骂着我，正准备冲上来，却不料被自己儿子砸死了，把自己儿子养成社会毒瘤。溺爱也是一把无形的刀。我看着那白布盖着的两具尸体，一个不负责任，一个是不负责任他妈，没忍住笑了。缉毒警察这么辛苦，这群人不支持，还在这里暗度陈仓。很快，李浩和负责人也被一起捉拿归案。表妹李红
也被带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嘴里还在喃喃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，让你打我，打我，杀了你。”李红和我一样，从小没了妈，老爸受前夫一家子的熏陶，变成了一个好吃懒做的人。后来把目光盯在自己女儿身上，只是我不知道，李红竟然会和前夫这种渣男在一起。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我手还在抖。沈毅陪我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李红，她恢复正常。我们相顾无言，却看见她眼睛红了。隔着人群，她说了句对不起。李浩连着负责人进去了，后妈昏倒在地。这场风波传得太久，有人说前夫一家人自作孽不可活，欺负人太多了。有人说李红是被骗的，才和前夫在一起。听说晚上老是能传来她的哭声，我暂停了手上的工作，去寻找真相。隔着玻璃，李红看着我，好像之前一切还没发生的样子。她笑着叫我晴晴姐，我微笑回应，谁都没提那件事情。过了一会，李红缓缓开口：“小时候我特别崇拜你，记得你喜欢的东西都好酷，你和我不一样。你喜欢各种各样的车，喜欢借村小学的书读。我跟在你屁股后面学了很多东西。可是你嫁给李天那天，我爹因为那3万块的彩礼把我打了一顿，说我不如你聪明，说我没用。打小大家都这么说，我就不信邪，我要看看你到底过得有多好。那天我喝多去找你，你回娘家。李天这个畜生，那天我什么都没记得，就知道1个月后我没来例假。他捂着我的嘴说，如果说出来就要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没人要。我好像吃了一口苍蝇。李天这个天杀的，死了算便宜他。我是那段时间抑郁的，医生说我是双向，可是没钱。李天知道我怀孕了，承诺说是男孩就和你离婚，还给了我一笔钱。我当时没办法，也着了魔，就想过得比你好一点，和他领了证。后面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孩子呢？李红哭着，原来借我5000块不是给男朋友看病，是打胎的钱。我看着她哭得撕心裂肺，仿佛做错事的小孩。给我递过医生开的药，还有自己炖的母鸡汤，喝完就好了。时间到了，李红擦擦眼泪，好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，只希望她快点好起来，因为这个世界除了结婚，还有很多种努力的方法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1年之后，我升职了，变成了审议公司的总经理。经过1年的沉淀，我业务精进了很多，李家村项目也顺利完工。看着那昔日的地狱，如今已经山清水秀，恢复原生态的美，我很有成就感。除了我夜以继日的学习，当然还有沈毅的提携和帮助。在那人送出第29捧玫瑰花时，我拉着他去了一趟游乐园。年纪小的时候，也曾经憧憬过爱情，但一地鸡毛让我认清现实。我才知道沈毅也恐高。坐在摩天轮上时，夜已经深了，城市里万家灯火，像是星星住进了房子。从此，星星再也不是野孩子。我知道沈毅的心意，但他足够尊重我，没给我开过小差，只会帮我复盘案例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地教我。我非常感谢他，但也一样疑惑，为什么？我没说问题，可他懂了。我本来以为没有回答，那人抬眸看着远处的星火，也看着我。因为你就是你，我敬佩你的坚毅、豁达，还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摩天轮缓缓上升，最高点的时候，沈毅说出了那句话：所以李小姐愿意和我从头再来吗？我没说话，只是拉着她的手，然后快速地在沈毅脸上落下一个亲吻。29岁的人生正落得一个不上不下尴尬的年纪，可我却想在这里许愿，这样的年纪再长一点。几个月后，
我出了国，我没有答应沈毅的求婚，因为我想回国之后亲自说。那人眼底有些落寞，但还是帮我一起准备出国的材料。小时候看书我就有出国的念头，但那对一个农村女孩来说真的是太不切实际。成为单亲妈妈之后，又忙于生计，好不容易日子宽裕一点，又割舍不了小朋友。但是丹丹自从听沈毅说完之后，就大力支持妈妈出国留学。看着一片又一片的白云穿过机翼，我心里的梦仿佛如这片云。我想我终于可以伸手触碰自己的愿望了。留学的日子每天都新奇有趣，但也忙碌充实。和丹丹视频的时候，沈毅穿着家居服黑丹丹讲故事，我心里的顾虑也放下了。这男人真是让人安全感爆棚。2个月之后，沈毅带着放暑假的丹丹一起飞来澳洲看我。丹丹欢喜地抱着我不撒手。傍晚，丹丹倒时差睡着，我和沈毅在户外散步，看着马上就要落下去的太阳，我掏出口袋里的戒指，是我偷偷买的那枚。没想到沈毅也拿出来一枚，我们对视笑着，在落日余晖中交换戒指。我拥有了新的身份，也拥有了新的人生。单亲妈妈无限可能，每个人都无限可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